很多人看到花盆里的花养死了，第一反应就是连土带花一起扔掉，觉得这土里肯定全是病菌，留着也是祸害。其实你扔掉的根本不是垃圾，而是还没有被激活的宝贝。这些所谓的旧土，只要经过简单的处理，肥力甚至能超过刚买回来的营养土。特别是入冬或者开春换盆的时候，家里堆积下来的旧土、死盆土，千万别急着丢进垃圾桶。今天我就要把这个省钱又好用的土法子讲透，告诉你怎么用最简单的方式，把这些充满了细菌和虫卵的废土变成黑油油的肥土。大家仔细想想，我们在花市买的所谓通用营养土，或者是那种很贵的进口泥炭土，它们在开采和包装之前，其实也是自然界里的土。它们之所以干净卫生，是因为经过了工业化的高温杀菌或者发酵处理。那我们在家里能不能模拟这个过程呢？完全可以，而且我要告诉大家，家里养花产生的旧土，在物理结构上有时候比新买的土还要好。为什么这么说？因为这些土既然你以前种过花，说明你肯定往里面掺过珍珠石、蛭石或者是椰糠这些颗粒物，它的透气性和排水性底子是在的。新买的廉价土有时候反而是全是细粉末，一浇水就板结，而你的旧土经过植物根系的穿插，其实已经形成了一定的团粒结构。我们唯一需要解决的就是两件事，第一是杀菌杀虫，第二是恢复肥力。今天这第一部分，我们重点讲讲怎么利用太阳这个天然的大火炉，来彻底解决细菌和虫虫的问题。这个方法在农业上其实有个专业术语，叫做土壤日光消毒法，我们家庭养花把它简化一下，就是暴晒。但是很多人暴晒的方法错了，我见过很多花友把旧土倒在报纸上，或者直接铺在阳台地板上晒。这样晒虽然也能有点作用，但效果非常有限。因为太阳光的紫外线穿透力是很差的，它只能杀死土壤表层那薄薄的一层的细菌。只要你土铺的稍微厚一点，下面几公分的土根本晒不透，虫卵躲在下面照样活得很滋润。而且敞开晒还有一个坏处，就是土里的水分蒸发得太快，土会变得极度干燥，风一吹全是灰，搞得阳台脏兮兮的。最关键的是，很多病菌和虫卵单纯靠干燥是杀不死的，它们会进入休眠状态，等你下次浇水种花的时候，它们遇到水又活过来了。所以真正有效的暴晒必须是闷晒，我们需要用到一个神器，就是黑色的塑胶袋。大家注意，一定要是黑色的，为什么不用透明的或者是白色的？虽然透明的袋子透光性好，但是黑色的袋子吸热性最强。我们要的不是光照，而是温度。在这个操作里，太阳不是用来照明的，是用来加热的。我们要利用黑色吸热的原理，把袋子里的温度提升到一个极高的水平，在袋子内部形成一个高温桑拿房。具体怎么操作呢？首先我们要把旧土从花盆里倒出来，这时候你要做一个预处理的工作，就是把里面残留的枯枝烂根清理干净，尤其是那些原来是因为烂根死掉的植物，它们的根系在土里已经腐烂发黑了，这些东西是病菌的大本营，必须挑出来扔掉。还有一些原来铺在盆底的陶粒或者是大石头，也可以顺手捡出来，洗干净留着下次垫盆底。如果土里有那种特别大的硬土块，要用铲子把它敲碎，因为我们希望热量能均匀的传递到每一粒土里，土块太大会影响内部的升温效果。清理完杂质之后，重点来了，千万不要直接装袋，这是很多花友做错的一步。土太干了，升温的效果是不好的，而且干燥的热空气传导效率低。我们需要给土里加一点水，这个加水的量很有讲究，不能搞成稀泥，那样土就废了。我们要的状态是潮湿，就是你用手抓一把土，能感觉到明显的湿气，手掌会有一点点湿润，但是用力捏不出水来，这就叫潮润状态。为什么要加水？因为水是热量的两导体，而且在高温下，水会变成水蒸气，高温水蒸气的穿透力比干热空气强得多。这就像蒸馒头一样，水蒸气能钻进土壤的最深处，把藏在颗粒缝隙里的虫卵和病菌烫死。把土拌湿润之后，就可以装进黑色塑胶袋了。这个袋子一定要结实一点，不要那种一碰就破的垃圾袋。装进去之后，不要装得太满，留出一半的空间，
然后把袋口扎紧，一定要扎得严严实实，不能漏气，因为我们要制造一个密闭的空间，利用温室效应来升温，如果漏气了，热气跑掉了，温度就上不去了。把袋子扎好后，还没完，我们要把袋子按扁，这一步也很关键，不要让土堆成一坨圆滚滚的球，要把它拍平成一个薄饼状，厚度最好控制在5到10公分左右。为什么要这么做？因为如果你堆得太厚，中间核心部位的温度可能升不上去，拍扁了之后，受热面积大，土层薄，能够保证每一寸土壤都能接收到太阳的热量。接下来就是把它放到太阳底下去晒了，一定要找家里光照最强、时间最长的地方，比如南向的露台，或者没有任何遮挡的窗台。如果你是住在顶楼或者有院子，直接扔在水泥地上效果最好，因为水泥地本身吸热也很快，上下夹攻，效果加倍。如果是夏天，这个黑色袋子内部的温度，在正午时分轻轻松松就能突破60度，甚至能达到70度。大家知道，大部分的昆虫虫卵，还有线虫，在45度以上就很难存活了。如果维持在60度的高温几个小时，基本上土里不管是红蜘蛛的卵，还是根粉介，或者是引起烂根的镰刀菌，都会被彻底闷杀。这就相当于给土壤做了一次高温巴氏消毒。这个过程需要持续多久呢？如果是夏天那种大太阳，晒个3天就差不多了。但是现在如果是秋冬季节，或者是春天气温没那么高的时候，我建议大家至少晒够1周，因为秋冬季节太阳角度低，热量没那么足，我们需要累积足够的时长来确保杀菌彻底。而且在晒的过程中，大家记得每天或者每隔1天去把袋子翻个面，因为贴着地面那一面可能温度会低一点，翻个面能让土受热更均匀。除了黑色塑胶袋闷晒，其实还有一些加强版的操作，适合那些对旧土特别不放心的朋友。比如说，你可以在拌土加水的时候，顺便兑一点杀菌药进去，比如常见的多菌灵或者是高锰酸钾溶液，用这些药水来代替清水拌土，然后再装袋暴晒，这样就是物理高温加化学药剂双管齐下，那是真的连一只细菌都别想活下来。不过对于家庭养花来说，如果你不是那种得了严重传染病的土，单纯的物理高温闷晒其实已经足够用了，而且更环保，不会在家里留下药味。还有一种情况，就是有些花友家里光照条件实在不好，比如住在1楼，或者是连续阴雨天，那怎么处理旧土呢？其实原理是一样的，只要能制造高温就行。有些狠人会用家里的废弃铁锅，把旧土倒进去炒，这其实就是古法炒土，效果极好，但是味道确实有点呛人，而且搞得家里尘土飞扬，我不太推荐。如果你家里有不用的微波炉，专门用来搞园艺的，那倒是可以用微波炉加热，把土装在微波炉专用的容器里，高火转个几分钟，土里的水分变成蒸汽，瞬间就能达到100度，什么虫子都死光了。但是这只适合少量的土，如果你有几大盆土要处理，微波炉就太慢了，还是装袋子暴晒最省心。说到这里，可能有人会担心，说这么高温暴晒，会不会把土里的有益菌也给杀死了？毕竟我们养花也需要土壤里有一些有益的微生物来分解有机质，这个担心是有道理的。高温确实是无差别的杀伤，它不分好坏，所有的菌群都会被压制。暴晒过的土，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一盆素土，或者是净土，它虽然干净了，但是确实缺乏活性。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使用暴晒后的土之前，不能直接拿来种花，还需要后续的一步操作。这一步就是重新建立土壤的微生态系统。关于那些得了根节线虫的土，根节线虫是养花人的噩梦，植物的根会长出一串串的小瘤子，这种病非常顽固。如果你发现你的花是因为这个死的，那我建议你，这个土就不要再费劲去晒了，直接扔掉是止损的最好办法，因为线虫的卵囊保护性极强，普通的暴晒有时候很难100%根除，万一漏网1、2个，你的新花又得遭殃。我们要讲的就是如何给旧土装修和进补，我们要把这盆死气沉沉的旧土变成黑油油、松软透气、肥得流油的万能营养土。这个过程其实就是重建土壤结构和补充肥力的过程。
我不教大家去买那些死贵的进口缓释肥，或者是各种化学营养液，咱们就用地地道道的土法子，用家里现成的东西，效果反而更好，更养根。首先，我们要解决的是土壤的骨架问题。旧土经过长时间的浇水和植物根系的挤压，再加上我们刚才的高温暴晒，它的物理结构往往已经崩塌了，变成了细碎的粉末。这种粉末土一浇水就成了泥浆，干了就像石头一样硬，根系在里面根本没法呼吸。所以在加肥之前，我们先要给土里掺点硬菜。这里我推荐2样东西，便宜好用，一个是珍珠石，一个是蛭石，这2个在花市或者网上买，几块钱能买一大麻袋。大家在拌土的时候要遵循一个原则，就是粗细搭配，旧土是细粮，珍珠石就是粗粮。你按照旧土4份，珍珠石1份的比例混合进去。珍珠石这种白白的小颗粒，它是高温烧制出来的，里面全是蜂窝状的小孔，把它拌在土里，就像是在土里支起了一个个微型的小支架，能把板结的土撑开，让空气能钻进去，让多余的水能流出来。如果你不想买珍珠石，家里的煤球渣也是绝佳的替代品，把烧过的煤球砸碎，泡在水里去火气，晒干了拌在土里，那个透气性比买的还好。有了这个骨架，植物的根系才能舒舒服服的伸展。解决了骨架，接下来就是重头戏，注入灵魂，也就是补充肥力。这里我要教大家一个最经典的3明治养土法，这个方法特别适合家里有闲置空花盆的朋友。我们不需要专门的堆肥桶，直接在花盆里就能操作。你找一个家里最大的空花盆，先把我们晒好的旧土在盆底铺上大概5公分厚的一层，然后去厨房收集一些宝贝。什么宝贝呢？就是平时大家随手扔掉的果皮菜叶，比如削下来的苹果皮、香蕉皮，切菜剩下的烂菜叶，甚至是吃剩下的凤梨皮、橘子皮。注意，这里只要植物性的垃圾，不要带油盐的剩饭剩菜，也不要肉骨头，因为肉类在发酵过程中会招苍蝇，而且味道会让你怀疑人生。把这些果皮菜叶切得碎一点，越碎越好，因为越碎分解得越快。把这些碎屑平铺在刚才那层底土上，铺个3-4公分厚，这就是中间的馅料。然后再在上面盖一层旧土，盖住这些果皮。如果你垃圾比较多，可以再铺一层果皮，再盖一层土，就像做3明治一样，一层土一层料，最后最上面那一层一定要用厚厚的土封顶，至少要覆盖5公分以上，这一步非常关键。封土厚了，一个是防止臭味溢出来，2个是防止小黑飞进去产卵。这盆做好的土夹膜搬到有阳光的角落里，别去管它。如果你是在夏天，大概过个1个月，冬天可能要2-3个月。在这个过程中，夹在中间的果皮菜叶会在土壤微生物的作用下慢慢腐烂发酵。这个发酵的过程会产生热量，但是因为我们是一层层隔开的，这个热量很温和，而且我们现在没种花，不用担心烧根。等到时间到了，你把土倒出来，你会惊讶的发现，原来的果皮菜叶全都不见了，化作春泥更护花，和旧土完美的融合在了一起。这时候的土颜色会变得深黑发亮，抓一把在手里，松软的像海绵一样，闻起来还有一股淡淡的泥土清香。这就是最顶级的腐殖土，里面的有机质含量极高，氮磷钾比例均衡，而且是纯天然的。用这种土养花，花草的叶子会绿得冒油，根本不需要再额外施肥。当然，有些朋友可能觉得3明治法时间太长了，等不及，那我再教你一个快手进补法。这个方法需要用到2样东西，羊粪蛋和草木灰。我强烈建议养花的朋友家里常备一袋发酵好的羊粪，注意是发酵好的，不是新鲜的羊拉出来的，新鲜的太猛会烧苗。羊粪是所有动物粪便里最温和的，被称为有机肥之王。它不像鸡粪那么烈，也不像牛粪那么湿，它不臭，而且是一粒一粒的，混合在土里非常方便。我们把晒好的旧土拿出来，按照10份土1份羊粪的比例均匀的拌在一起。这个羊粪在土里不仅能提供长效的氮肥，让植物长叶子，更重要的是它含有大量的粗纤维，能进一步改善土壤的团粒结构，让土越种越松。拌完羊粪之后，别忘了撒一把草木灰。
草木灰就是植物燃烧后的灰烬，现在虽然不好弄，但是网上也很容易买到。草木灰是天然的钾肥，能让植物的茎秆长得粗壮，不容易倒伏，还能提高植物的抗病能力。更妙的是，旧土用久了通常会偏酸性，而草木灰是碱性的，撒一把进去，刚好能中和土壤的酸碱度，把土调回到最适合植物生长的微酸性或者中性状态。而且草木灰本身就有杀菌消毒的作用，拌在土里，相当于给土又加了一层保险，防止后续烂根。除了这些，还有一个被很多人忽略的废物，那就是鸡蛋壳。很多人把鸡蛋壳直接扣在花盆里，那是错误的，不仅没法吸收，还会流出蛋清发臭招虫子。正确的做法是把平时积攒的鸡蛋壳用水洗干净里面的蛋液，然后放在太阳下晒干，或者用微波炉转2分钟把它烘脆，然后用手或者是搅拌机把它打成碎粉末。这个蛋壳粉就是最好的钙肥。大家不要小看钙，植物缺钙就像人缺钙一样，长不壮，容易得病。特别是像番茄、辣椒这种结果子的植物，或者月季这种开大花的，缺钙很容易导致裂果或者花朵畸形。把蛋壳粉拌在旧土里，它会缓慢的释放钙质，管好几年。做完物理改良和化学进补之后，我们还差最后一步，就是生物激活。前面我们说了，暴晒后的土是无菌的，但这其实不是最完美的状态，最健康的土壤应该是有益菌占主导地位的，因为有益菌可以帮助分解土壤里的有机质，把它们变成植物能直接喝的汤，还能分泌抗生素，抑制有害菌的生长，所以我们需要给土喝点优格。这里说的优格不是让你直接倒优格进去，而是利用家里的过期优格或者是洗米水。你可以把洗米水装在一个塑胶瓶里，加一点橘子皮，盖上盖子，放在太阳下发酵个2周，等水变黄了，闻起来有一股酸味了，这就是最好的酵素水。或者直接买一点 EM 菌种，也就是有益微生物菌剂，兑水稀释，然后把我们刚才拌好料的旧土摊开在地上，用喷壶把这个菌液水或者是稀释后的酵素水均匀地喷在土上，不要喷太湿，微微潮湿就行。然后把土堆成一堆，用塑胶膜盖起来，焖个3-5天。这一步叫回润和接种，在潮湿和封闭的环境下，我们喷进去的有益菌会迅速繁殖，它们会以我们刚才加进去的羊粪、果皮、蛋壳粉为食物，开始疯狂工作。3-5天之后，你掀开薄膜，如果看见土的表面有一层白白的菌丝，恭喜你，这盆土已经彻底活过来了。这些菌丝就是土壤的消化系统，它们已经把土里的营养预消化了一遍，这时候的土活性极强，植物种进去，根系一接触到这些有益菌，就像遇到了老朋友，立马就能蹭蹭的长。这套流程走下来，从暴晒杀菌到加珍珠石改结构，再到加羊粪蛋壳补营养，最后用菌液激活，这盆原本被你嫌弃的旧土，现在已经是顶级的营养土了。它的价值绝对超过你从花市买的那种几块钱一大包的通用土，那种通用土很多都是用椰糠和珍珠石随便凑的，没有什么真实的肥力，种花全靠后期浇水肥。而我们自己改造的这个还阳土，它是有后劲的，它是有生命的。最后，我要提醒大家一点使用上的小细节，虽然这个土已经很完美了，但是在上盆的时候，我们还是要遵循适地适树的原则。如果你是种兰花、君子兰这种肉质根的植物，它们对透气性要求极高，那你就在这个土里再多加一点树皮或者是大颗粒的桃粒。如果你是种铜钱草、薄荷这种喜欢大水的植物，那这个土直接用就非常好。